每年秋天，人们计算着银杏变黄的日子，等待一场不会失约的重逢。秋风拂过，一片叶子飘了下来，像一把扇子。这棵树很老，见过恐龙，历经冰期，见过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这棵树很慢，生长慢，进化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容不迫地成为了最浪漫的秋日诗人。这里是云南腾冲的边地村落江东村。11月中旬已是暮秋，全村4万多棵银杏渐次变黄。此后的1个月，银杏也将为这个古村落披上金纱，招呼起八方来客。爷爷，你是在准备着火的柴火吗？不是，这个树是银杏树，它没有棵。这种银杏树它的生长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说头1年天下去它生了根，要到第2年才发，说发了以后就成活了。在江东村，有200多株300年树龄的古银杏，这里大多数的银杏树就是通过这些看似干枯的枝条扦插而成的。我们的地基位置是离地面30公分处。我来试试。转了出来，啊，可以拿出来。这个就是根系，所以这棵树根的毛细血管更多的是在表层，20公分左右，下面基本上就到了那个火山灰了。这个是你当地的火山石，含有很多的矿物元素，风化以后沉积在土壤里面，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条件。这个呢，它生风勿动，透水效果好，对根系的生长是有利的，所以你整个村的银杏长势很好。我们呢，云南的银杏的垂直分布呢，从几百米，高的可以达到将近3000米，这是零星分布。在银杏村那个这个地方那么集中分布，确实打破了我们的认识。在腾冲，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栽满银杏的，只有江东村这一处。他们为什么如此钟爱银杏？一段独属于江东村的历史记忆就此掀开。我是什么？真的？
父老莫牵挂，有缘来日不还家。江南小北三十里，混到地方回山后。每到银杏叶黄时，村里人就搬着小板凳儿，坐在满地金黄的村口看皮影戏。好，善人将军。白布上光影晃动，演的是杨家将忠勇报国的故事。而江东村自己的故事也源于保家卫国。600多年前，明朝为戍守边陲，从各地迁来军民扎根腾冲，村里陈、黄、杨、张4姓的先祖就是这样落地生根，用银杏记住远离的故乡。这里是从鬼木镇到石门的一个古道，我们的先人就是首先都出来镇边戍边的啊。600多年前，明王朝为了巩固它的西南边墙，就从现在的安徽、河南、湖南等这些地方调了大量的汉民来到这里。来自长沙的皇帝就是我们腾冲广西的一代祖。三镇陆川胜利结束后，他获得了一个回乡探亲的机会。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包白果，叫他到腾冲播种下来，以后几十年，银杏树长高长大了。当你看到这些金黄的树叶，品尝到软糯的银杏果的时候，你就永远记住了家乡。哎，我家的银杏果成熟了。尝一尝。尝一尝。演的这个这是古树银杏果，很脆。像我们家呢，树是我家呢，地是你家呢，我家银杏果掉在旁人家呢地上，我们都不去捡，就是互相分着吃，嘎。我们这个风俗是老祖宗就传达下来的了，嘎。我们这个银杏树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代一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养老。再一个呢，我们种了，我们享受了以后，又有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老人传下去了以后，给老人多养老钱了嘛。在外边一回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非常清香扑鼻。哎呦，到家了，我们这个家乡那么美，舍不得离开。爷爷是8月15，拜了我也顺顺遂遂，亲戚平安们大吉大利。每到中秋，江东村家家户户都会在银杏树下摆上一盘白果，这既是祈祷风调雨顺的祝愿，也是以一枚果实遥寄对远方故土和先人的思念。1942年，滇缅公路这条抗战生命线被日军切断。为打通国际援助通道，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血肉之躯守住了家园的门户。江东村的子弟也曾走上那条烽火之路，他们从未忘记，从明代屯边到抗日御敌，守护脚下这片土地，是刻在银杏年轮里的誓言。这块碑呢，就是我们江东村的水源碑，最初立江东村的白杨寺里。它上面呢有一句话：
先人蓄志根本，后世保养发茂。在这里呢，江东村的先民就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保护这个树木，保护这个银杏树的重要性。可以说，我们江东村的银杏，刻着保家卫国的传承之美。每片金黄都是戍边精神的延续，守着古树就是守着家国情怀的根。每年银杏叶落时，江东村都会在树下举行祭树仪式，孩子们捡起金黄的叶子夹进书本。这个习俗源于明代，现在虽然仪式简化了，但敬天惜物的初心和耕读传家的祖训还在传承。家训说辞，无家世代，无家世代，立根以德，立根以德，传家以善，传家以善。边城的银杏黄了，故乡的秋来得还准时吗？在湖南永州双牌县的一个小山坳里，每年11月，总会有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如约而至。哦，这边这个关全部打出来了，太美了！哇塞，这个油画般一样，漂亮。他们被戏称为老法师，而此刻镜头对准的正是满山流金，仿佛能听见时光声响的银杏。来的第一感觉就是童话般的秋天，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太漂亮了！没想到我们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阳光打在这个金黄的这个银杏叶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出片。这么漂亮的桐子坳，到底有多少颗银杏呢？桐子有银杏树3000多棵，面积60亩。其中100年以上的果银杏树有97棵，300年到800年的银杏树大约是82棵。年龄最大的果银杏树1600多年，树高33米，胸径1.3米。这些老银杏栉风沐雨，早已看遍山河的四季流转。如今，他们自己也成为镜头下的一道风景。这个是我们06年的时候去拍的桐子坳，当时的这个地方还是很原生态的。你看，这是廖秋荣和她老公啊，是他们在打柴火，在这个银杏树下面。
以前全部是山，过了马路见过打果子，我家里只喝果子，捡起果子就卖钱。以前那主要银杏果很贵啊。山穷水尽路不通，条件很差，以种地为主，没有别的经济来源。06年的时候，就有过这个摄影师到我们这里呢，发了很多照片出去，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这里就越来越火了。对我们搞摄影的人来说，这个非常的惊艳，满村都是金黄色的这个银杏树，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2006年，唐小群第一次走进这片银杏林，用镜头定格了这里的金黄。照片登上《永州日报》后，摄影师们纷至沓来，童子坳就这样被一束光、一片叶、一张照片推成了秋天里的摄影圣地。11月份是来童子坳观赏银杏的最佳季节。往里面走。村里边那条曾经泥泞的小路，如今成了贯穿秋光的黄金道。游人循它而来，赴一场与银杏的秋日之约。村民沿它而行，走向红火而踏实的好日子。吃早饭。我们童子坳有12家农家乐，最火爆的时候有100多桌，人又开发了嘛，生意越来越好啊。2016年，我们县里成立了专业的旅游公司，把童子坳村进行了这个整体开发，进行了产业升级，带动了这个旅游发展。旺季的时候，到这里的游客达到了这个3万人次以上，不足5平方千米的这么个小山村，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以前这里车子都来不了，现在呢这里家家户户都富起来了。以前是农村他不种田种地慢慢开发起来的嘛，现在就越搞越好了。小时候的时候，那个路线是环山野岭的，然后现在的话，走路的完全是蛮方便的。小白果，银杏的果子应该怎么吃？来景区玩可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白果炖鸡，味道不错。记得银杏果要煮熟了吃，生吃有毒哦。几个星？银杏有着最肆意的金灿灿，在秋日里释放灼人的光华，人们为它驻足，也为它所编织的金色梦想而停留。而这份灿烂，也让我们更懂得珍视与守护。银杏基本上就是跟恐龙一个年代，但是呢，冰河世纪来，有些被冻死了，有些被掩埋。我们中国它是有很多东西走向的山，可以阻挡北方的寒风还有冰川的一个来袭，所以银杏叫中国特有种，现在是我们所称的一个活化石，对整个地质历史、古气候的一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可以去反推我们历史的。所以保护这个古树名木，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这个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动。如今，银杏独有的自然之美，更化作了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让山野乡村焕发出无限生气，为乡土发展点亮了满满的希望。
银杏与北京相遇不过1000年，却是这座古都华美的秋色记忆。从殿堂庙宇到街巷学府，北京登记在册的古银杏就超过400株。它们年复一年，用迷人的金黄，让北京的秋沉醉。齐莹，建筑策划师，他和团队参与了多个城市公共景观营造。银杏树在北京这种红墙的相互映衬下，特别有一种中国传统的东方美学的气派。它既能投射我们特别传统的美，也能彰显出现代的活力。正好现在就是金秋时节嘛，所以我就想在北京城里面去探寻一下北京最美的银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本呢是中国银杏志，其实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银杏的它的一些特征啊，然后地理分布。海淀区大觉寺的这个银杏王，还有这个李自成拴马术600多年，据说李自成打仗的时候在这拴过马。北京的银杏有400多株，我觉得最漂亮的、比较震撼的，应该是属咱们潭柘寺的这个帝王树了。潭柘寺的这棵古银杏栽种于唐代，距今约1310年，后被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他身旁那棵则被钦点为沛王树。有趣的是，这2棵古银杏其实都是男儿身，当时被错点了鸳鸯谱。我们看到的这棵呢是帝王树，右手这侧是沛王树，咱们理解应该是夫妻树，但实际上是兄弟树。雌株的银杏树，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圆润，果实可以入药；雄树会比较高大，呈塔形，不落果。银杏具有较强的抗污染能力，能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是优秀的城市绿肺。银杏的叶片颜色的亮度比其他叶片更为亮丽。秋天的时候，整个过程呢大概维持的有20天，观赏价值很高。所以在咱们园林绿化过程中，更多的运用为行道树和景观树。潭柘寺自西晋起便扎根于此，成了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千百年时光里，它顺着山势生长，殿宇亭台层层叠叠，大雄宝殿、毗卢阁连成的中轴线便是寺院的骨架。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凝着唐宋的韵，明清的志，而寺院的园林，更是将中式造景的巧思藏进了一草一木、一亭一宇间。与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相对应，寺内植物及其他造景要素的排布方式也十分严谨。唐宋之际，特别喜欢用双塔来强调视觉的轴线。这2棵树它处在寺庙的中轴位置，高耸的2棵古树好似2座双塔，呼应了我们毗卢阁的和后方山岭的一线横陈。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绿植和建筑布局交织并美，但是又给了特殊升华的一个案例。帝王树它守护着潭柘寺的同时，也是在守护着树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
小白鸽在这个树上飞来飞去呀，这些动态生长的部分，让这个年过千寻的潭柘寺还是这么的年轻。潭柘寺的银杏是北京古银杏里最厚重的一抹金黄。在这座古都的街巷、校园、村落里，还有更多银杏，守着各自的时光，也绽放着独一份的美，藏着属于北京的故事和韵味。这2棵树承载了周总理和北京市民共同的记忆。1965年要修1号线的时候，本来是要把这2棵古银杏给移除的，周总理就驳回了这个方案，然后把这2棵珍贵的古银杏树保留了下来。它也是体现出了自然与城市和谐共生的美。塘子村的这棵银杏露出来的老根，包括它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小干，慢慢的和这个老的干融成一体了，好像看到了时间重叠的这种褶皱的感觉，有一种生命的坚韧之美。北京大学校园的西门，这里也有一棵非常漂亮的古银杏。北大校园的建筑风格是把中国的这种殿堂的传统的形式和现代的材料给它结合在了一起，色彩呀、形式上都是非常素雅端庄的这么一个校园氛围。但是因为有了我们金黄的银杏树的存在，而变得有了一些别样的生机。北京城的银杏，就像一个脸皮薄的人。只要秋风多说他几句，他就会洒落一地的羞涩，然后躲到下一个季节去了。但人们从不去伤怀，因为知道来年一切又会如期而至。银杏就这样陪着北京，在循环往复中走向深远。无数在说话，一圈圈围满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悲欢写在把希望聚在挚爱，拥抱你的人啊，听见中国在回答。我们很喜欢说银杏代表着一种东方的美学，一年有4季，它都是有贡献着不同的颜色。黄是它一年中贡献给人的最后的一种颜色。这种从美学上说，这是一种崇高感。美不是说纯粹的是视觉的，它是故事的美。比如说永州的桐子坳，乡村振兴它要保存这个老树，这个老树就会留住乡愁，就会有故事。潭柘寺它是和古建筑相映成趣，它承载的是北京的历史。腾冲的那个树，它当然是戍边，从抗日战争到后来，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树是一个观众，他默默地在那看着周边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个树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这个树它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一切就给我们的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跟古老的城市建筑相映成趣，所以说一看到银杏树，看到的就是东方，就是中国，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美丽的秋天，看到美丽的银杏，总会有美丽的心情。时光的告白有时很浪漫，或许他只是想温柔地告诉你，不要焦虑，不用着急，只管平静地生长。生命会自己找寻出路，比如银杏。
风一层一层推着你的年轮向前走，心踏在你脚下，记得当年铁皮踏过的节奏。斑驳树皮里藏着小小的烟和旧战袍，孩子在你影子里追着一只炽烈奔跑。古树在说话，一圈圈回忆变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春秋写在吧，把朝代刻进枝桠，仰头的人啊，听着自己的回答。古树在说话，一圈圈回忆变成花，千年风雨吹不散，一句中国话。你把悲欢写在白，把奢望举起解压，当初在说话，拥抱你的人啊，听见中国在回答。